花期很短，就很适合一夜情之类的。有的人需要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他可能需要重的就是年轻人啊，想找那个甜心老爹 Sugar Daddy 的话，那更容易。Hello，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，我是你们的沈老师。今天特别来宾是一池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池。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。一池老师呢是一个命理老师，是的，他今天特别来告诉同志朋友们，你们如果想要得到桃花，要怎么做？你要得到什么样的桃花？好的桃花，那就在家里种养百合。百合花放在像客厅或者是家中的房间里，用水养。对，意思老师先问一下，对，你说要种植，不是种植吧？是买那个买回来水养就好了，因为那个很简单，买回来水养，然后你每天换水，它的花期就会更长。就像大家看到什么香水百合啊这种的，都是百合花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百合比较好。种一大盆呢，还是一支就够了？一支或者是一束就够了。对，一池老师再问一下，你刚刚说如果想招好桃花，谁会想招烂桃花啊？有会有人想要招烂桃花。为什么要招烂桃花啊？例如像我们多元世界，有的会说我不想要有感情的纠葛，我只想要有肉体的缠绵。肉体缠绵是好桃花肉体的缠绵它不见得它会需要爱情。好桃花是爱情，对，好桃花是爱情。烂桃花可能是露水姻缘。露水姻缘叫做水仙花，因为水仙花人人都爱。水仙花也在那个花市可以买得到，也买得到。我知道现在是黄色那种进口的。对啊！它为什么会人人都爱呢？因为它的花期很短，它花期很短就很适合多元世界大家的一夜情之类的。对你喜欢肉体的缠绵，这个就很适合。所以想去参加那种群交的话呢，就可以种一大盆的水仙花。对，这样子满足他的这一些欲望可能会更好一点。所以你想同时在 party 中找到你的爱情，就是水仙花加百合花也可以。但是家里不就是开花店了吗？但是这样子的话，磁场会有一点混乱，因为来的桃花就会混乱，就是看你选择性，你想要什么样的爱情。所以一池老师建议大家不要随便乱插，就是还是求一个比较好。对你单纯求一个，你求太多的话，就人家说的太贪了。太贪心了，对。那如果你想要你的爱情是那一种轰轰烈烈的，有的人需要那一种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他可能需要种的就是玫瑰花因为玫瑰花它有刺，不容易攀折，因为你会被刺到。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，还是喜欢说有善交人缘，然后很多男朋友？可能现在这个社会里，大家不需要有过多的爱情。没有啊，我们蛮喜欢爱情，但沈老师不能有过多了，因为沈老师已经结婚了。对，对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说，我想要今天换这个，明天换这个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水仙花，因为水仙花人人都爱。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是想今天换那个，明天换那个，还是想说交往看不适合，然后再换下一个？我不知道。可是各位的反正感情，你们自己知道你们想要什么，所以就听从老师的建议，看家里要放什么花。如果像同事朋友们，他特别想招1号来的话，花会放不一样吗？比如说他放那个水仙花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有没有特别突出，还是1号吗？还是说很大的1号？对，很大的1号，或者是说你很想要的这个1号，那你就种植水仙花，那个水仙花可能就1朵就好了。1朵的话就是招1号。对。那招0号呢？0号你可能要招的是菊花，种的是菊花。所以如果是1号的朋友们，你需要的可能是家里种一些菊花，那你招来的会是不错的。我猜台湾不错的好邻。我猜台湾没有一个1号需要家里放那个菊花因为台湾都1尺0，随便找都有了，不需要招。但是呢，我觉得
大家还是那个1号，就是放1支水仙花可能比较有效。对，的确是1支水仙花会比较有效，因为1支会比1大坨来的功用来的多很多。可是有的0号蛮贪心，他一次不只要1支怎么办？容量特大的0号，对，它需求比较多。好，所以大家根据个人不同的需求来决定要放几支花。对，这样会更有效果。那请问一下，如果像一些年轻人想找那个甜心老爹 Sugar Daddy 的话，那更容易，那就是不是放花了。如果要专属的 Sugar Daddy，帮你付出，那就是买金洞，就是在那个浴室卖那个一个水晶小小的那个水晶洞，有开个孔，然后里面看到很多水晶。对，紫水晶的那种水晶洞里面放一个紫水晶，你要放一颗球的紫水晶，或者是粉水晶都可以，这样子招来的就是 Sugar Daddy。那请问他那个晶洞如果是紫水晶或黄水晶或什么，这有差吗？没差，只要一个晶洞就可以了。对，晶洞，但是晶洞不能放在客厅，客厅就会变招财。如果晶洞放在房间里，就会变招桃花。所以你想要钱的，等一下我们就讲到那个叫怎么招财。对，招财如果要放在客厅晶洞，就是招财。对，放在卧房间就是招桃花。就是你爱的 Sugar Daddy， 他会帮你付出的一切。好了，各位，我说实话，我还没试过这些，不过呢，沈老师可以试试看，到底看招来谁，然后在我直播的时候跟大家报告一下，看这个有没有效。刚刚讲到这个财运呢，如果像我们想说工作上所谓正财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要放什么东西会比较好？起床第一件事情是不是看到我们的棉被？我起床看到第一件事好像是我的手机，没有开玩笑的，看到棉被。好，对，我们棉被是不是我们一开始我们起床就是丢着它，通常都丢着它，不会去管棉被平不平顺？那个饭店房间里面的床是不是都平整的？当然了，对，不平整谁要入住啊？你平整的话，第一个是饭店会觉得干净整洁。那第二个，在风水学来讲，床干净整洁，你的运势整天就会顺顺利利。就要保持床面非常整洁，所以我床上放这么多枕头也是不好的吗？就是把它摆整齐可以。摆整齐。对，摆整齐可以啊，你不要说那边丢一块，那边丢一块啊，棉被没有折。如果你早上棉被一折起来，那你的运势一整天就会一波三折。所以棉被不要折棉被不要折，要摊平。你看所有饭店。旅馆那样子，像旅馆，对，旅馆的棉被是不是都摊平，让你看起来非常的整洁、清洁、干净，然后你想要很舒服的躺下去，所以这样的话工作运就会很顺。这个就是提升工作运的一点。好，那如果有人想要招横财，比如说统一发票中奖啦，去买那个乐透中奖啦，这种要怎么招？那这个很容易，非常容易，门后招财法。同志们好像比较适合后门招财法。房间门后呢，每一个生肖有它属于每一个生肖的它的招财的图片，放图片对，贴在门后的图片，就剪一张什么报纸的图片？不是，就是download或者是下载。那我想问一下沈老师，你的生肖爱吃什么？例如老鼠喜欢吃什么？大米，还有什么？气势。对，就是放这2种图之一。那如果你这个房间里面是你跟你的男朋友一起住，那就2张一起放。对啊，如果你的生肖有一个生肖比较特别，就是属龙的。对啊，龙吃什么？龙呢吃的东西比较特别，龙咬猪。对啊，所以今天老师我今天带了道具来，这是因为老师我属龙。所以我的家中也会摆一颗龙咬猪在我的房间里面，这个是招财用的。它只要放一颗龙咬猪在你的书桌上，你的龙回到家，它看到这个它就咬住了，这个就是招财的意思。那老师，你平常没事在家里会咬个猪子在嘴巴里？我不会。觉得这放在地上还是挂在门的后面？贴在门后面，把它牢牢的贴在门后面，可像一个装饰品吧？对，像一个装饰品，可以挂在画框什么后面，可以放在门的后面。可以。风水学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你门后招财位这个是12生肖都可以通用的，但是门后招财位，你的门一定要推到定位，一定要推到底，不要开一点小缝。不
不能说你门后有阻挡物。你门后有阻挡物的话，你的财运就会被阻挡。各位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大家细说每个生肖你要放什么样的图片，但是欢迎各位去追踪一池老师的频道，他的里面你们有问题可以问他，好不好？像贴什么图片什么，他都会说清楚。对，这些有关命理相关的东西呢，就看大家所谓有人说信则有，不信则对，不信则迷，不是。对，所以大家自己去参考一下，就是这些生肖啦、命理啦什么的。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，欢迎去 follow 老师的频道，好不好？看到更多的内容。谢谢。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每个礼拜都有直播，我会回答你们所有留言。现在老师跟一池老师玩一个游戏啦，看谁比较会吸。看谁比较会吸。老师的嘴巴蛮大的，大家觉得嘴巴大的就会吸吗？不见得哦。我们就有一个测量肺活量的机器，好不好？你就大力吸一下，要3个球都维持在上面才是吸力够强哦。好，那我命理老师会不会吸？好。我果然不是这个料。我们看沈老师啊，我也很久没吸了，我知道。啊，沈老师是宝刀未老啊！哦，真的。投资朋友们多爱自己一点，不是投资朋友们多爱同事一点。我相信世界会更好。谢谢观众，拜拜。只是找来宾坐在床上睡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关键点，我们导演在摸头，你是怎样？我放了一个全身镜在我的门后面。全身镜没有关系，还是可以打得开，这它就不要有东西挡住，像包包啦、箱子啦什么的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对。不能全开。不能全开，这样就不行。像我这样全开。对，像老师的门这样子，可以直接90度全开是对的。